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外媒报道中国在戈壁滩测试用新型弹道导弹攻击地面飞机，这意味着什么？中国在西北地区的戈壁滩进行武器测试或军事演习，那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除了我国媒体公开报道的新闻之外海外的商业卫星也紧盯中国西部戈壁试验场上的蛛丝马迹。早在几年前海外媒体就发现戈壁滩上画出了类似于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和冲绳空军基地的同比例的形状，而且上面布满了弹坑。这表明我军在练习使用各种武器对机场和港口目标进行攻击。而最近海外媒体又有了新的发现。首先是8月31号，美国中国威胁论的旗手比尔·格茨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分析中国在8月13号从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一个训练基地发射了2枚新型弹道导弹，向西飞行的870英里以后，击中了一个目标机场上的2个目标。格茨认为这是东风15一类的弹道导弹使用了新型弹头，或者是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总之弹头的精度有很大的提高。而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的研究员德克尔伊弗莱斯发布了卫星照片，显示目标是2个大小类似于 E2 鹰眼预警机的同尺寸的模型，其中一个靶标被摧毁，而另一个靶标直径30米范围内并没有见到被击中的痕迹。另外在今年初有军事分析人员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去年7月拍摄的卫星照片，显示在我国西部戈壁滩的机场上还停着一架类似于美国 E3 望楼预警机的同尺寸的模型，附近还停着其他小型飞机的模型。分析人员认为这是为了测试弹道导弹的新型导引头。外经分析人员认为，中国正在测试的新型弹道导弹打击精度已经从过去的受10米提高到了10米以内，而它的目标也从过去打击机场跑道演变成了直接攻击停机坪上的飞机。这样精度的打击效率就大幅度的提高了，这种打击精度甚至比能够打击航空母舰的反舰弹道导弹还提高了一个数量级。如果情况属实，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第一岛链附近，不但美国及其盟友的航空母舰能够被东风快递所摧毁，而且连普通的战舰也不安全。不但飞机、码头等大型目标会被摧毁，连停在机场上的飞机以及地下掩体的入口这样的点目标也会被高效的摧毁。我军的试验打靶结果就在戈壁滩上摆着，连商业卫星都能看得很清楚，更不用说军用侦察卫星了。但是日本和台湾就对此视而不见，也从来没见日本和台湾对防御东风快递有什么措施。反正没办法要么就是躺平的不想抵抗，要么就是把头埋进土里装作没看见。目前看来更像是后者，死猪不怕开水烫呗。从日本最近叫嚣着保卫台湾的态度来看，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打击。我看只有美国看懂了。美国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从2年前就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准备未来同解放军对抗的战略和战术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变。怎么变的美国海军制定了分散化的部署的策略，将未来的造舰计划向无人舰艇倾斜。美国空军将部署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上的轰炸机全部召回美国本土，只进行远程奔袭、短暂的降落加油，并且打算在第一岛链选择一些野战机场，让小股空军战机进行跳岛补给、动态部署。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更是彻底的改走，将 M1A1 重型坦克全部退役将任务的重点放在跳岛作战、快速发射反舰导弹上面来了。美军的这一切改革措施，我把它形容为准备同解放军打游击战堂堂的美军他现在不跟解放军打阵地战了，打游击战了。实际上他就是为了防止他的人员和装备像过去那样的过于集中，避免被东风快递一次性的团灭
连锅弹。这些措施有没有效果呢？还不好说。但是堂堂的美军好歹还在做着准备，而日本和台军仍然是狐假虎威，上蹿下跳，那就看看他们还能蹦跶多久吧。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